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这一集我们将自驾内蒙古，前往位于河套平原的杭锦后旗，奔向大美新疆。我们于2019年9月11日从北京出发，过内蒙古进入新疆。新疆幅员辽阔，我们在似乎永无尽头的京津高速上自由驰骋，在悬崖壁立的伊昭公路边小心踱步，在变幻莫测的独库公路上放声呐喊。同时，绿草如茵的江布拉克草原，林木葱茏的喀纳斯景区，好似人间天堂的尼勒克百里画廊，也让我们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而繁华的乌鲁木齐，安静的喀什老城，雄奇的帕米尔高原也向我们展示了新疆的飞速发展。接下来，我们从叶城进藏，在挑战极大的新藏线中一喜一忧，走过了一错再错的阿里北线，在日光之城拉萨重整旗鼓。接着挑战险峻的川藏线，通过路好景美的滇藏线到达云南。时隔2年重游了活力四射的丽江，也第一次揭开了南诏古城大理的面纱。最后经过贵州、湖南等省返回，历经70天，行程1.8万公里，在11月19号回到了北京。出行前，我们购入了一辆新车，国产 SUV 领克01。考虑到路况复杂，我们选择了4驱版。虽说不会真的拿城市 SUV 去越野，但远距离自驾有这么个4驱的功能，还是能安心一些。由于我们这次规划的行程中有很多地方都是边境地区，所以需要提前办理边防证才能通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服务非常好，我们按照指引填了张申请表，贴上照片，几分钟就搞定。办证销还把新疆和西藏的边境地区全写了。同时他还告诉我们，北京办理的边防证都是写到地区不写到县城，正常情况下这个就可以通行。然而也确实存在边境当地不认居住地开的边防证，但这一般都是因为特殊原因，比如旺季的时候当地客流量超过接待上限，边境地区可能会以边防证为著名道县拒绝你进入。至此，我们的准备工作也介绍完毕了。再有的话，无非就是采购各种旅游用品，然后收拾行李这些。好了，一切准备妥当，就等出发喽。但是，或者说基本上也是在意料之中，这次的准备工作还是出了点问题。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把一部分行李搬到了车里，然后出行当天进行完最后的确认，再把剩下的搬下去。结果都搬下之后发现车里没地方塞了。事后分析了一下，导致行李过量的主要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旅行时间长，路程远，要穿越新疆加西藏，所以抱着以防万一的心理，把一切能想到的都装上了。但事后发现，一路上真正用到的可能也就占带的行李的一半。所以呢，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最好想清楚自己的需求再整理行李。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自驾的准备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计划从北京出发，走 G6 京藏高速，经合肥张家口进入内蒙古，接着过呼和浩特，最后到土默特右旗休息，全程7个半小时，行程大约610公里。捯饬完行李，终于在7点半出发了。今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给力，蓝天白云的，开着车高高兴兴地上了5环路，结果5环路上各种堵，准确来说是9起追尾事故，引发了9段拥堵路程，一直到9点半才离开5环，看到了高速路入口。
进入八达岭高速，一会儿就看到了长城入口。长城是古代中原和塞外的分界线，长城也是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御敌的屏障，厮杀的战场。在今天，长城作为我们探索中华悠久历史的一扇大门，依然屹立在这里。而军关长城是整个长城中最为险峻的一段，同时这里翠峰层叠，有居庸叠翠之称，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进入河北张家口段，路两旁的杨柳形成了犹如时光隧道般的树洞。张家口一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点。翻越了燕山山脉，就进入了内蒙古高原。天苍苍，野茫茫的高原风光，令人心旷神怡。一路北行，小雨已经变成了滂沱大雨，雨天路也滑，路上的事故车也在提醒着我们要时刻注意驾驶安全。雨势虽大，高速路倒还畅通。想起上午还在与北京的早高峰作伴，下午就在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大草原上驰骋，心中倒也不禁窃喜。而车窗外这哗哗的大雨，也像是在为我们净化那尾气满满的心灵。下午6点钟赶到了土默特右旗，这是一个粗犷悠闲的小城。看，路口这儿还趴着只悠哉自得的大狗。城里马路双向12车道，和蒙古族的舞蹈一样大气。一路过来雨势不断，天气也随着夜幕的降临急剧转凉。于是我们找了家大东北灶台鱼，下面木柴灶火，上面铁锅炖鱼，还能顺便贴几个饼子。一天的疲惫也在这热热乎乎的鱼汤中渐渐消散了。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一辈子会有这么大的福气。中国找了大半个，是啊。年轻娃娃，先给老人家，谢谢，先给我们啊，别拿。然后要3把的银子3个。昨天在北京的时候，为了赶出发的时间，我们把行李塞满了整个后备箱之余，还占了近乎一大半后座的空间。奶奶和陶姨只能蜷着身子挤在后排的行李当中。别说让71岁的奶奶那么挤着，就我在后边蜷着那么2小时，都浑身上下老腰疼。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把后排整理舒服。于是伴着清晨寒冷潮湿的水汽，我们开始了整理行李这一痛苦并艰巨的任务。这家酒店的环境一般，楼下有个餐馆倒是不错，早餐就在这儿解决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了一点这个面了，但是还是想拿出来给大家拍一下。这么一大碗面，可以看一下这有多少啊？这里头全都是面，然后呢这还有一个鸡蛋。这么一碗面呢，在北京至少卖个20-30，是一个算不过分的价格，对吧？但是在这里，这一碗面只要5块，这个鸡蛋再加1块，就相当于6块钱能吃到这么一大碗的面。那也不说了，我们接着开始吃了。离开了土默特右旗之后，我们驶上了京藏高速，前往今天的目的地杭锦后旗。去杭锦后旗的话，要在陕巴出口下高速走 S312，全程约320公里，花费4个小时左右。如果今天选择住巴彦淖尔市区的话，离京新高速陕巴胡同有50多公里，并且那段路限速很低，而杭锦后旗到高速口仅仅需要8公里。上了京藏高速，一路向西，路右边就是阴山山脉，它是中国北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属于中国3大东西走向的山脉中最北的一列。阴山南北就是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
北朝民歌《敕勒歌》就唱出了草原壮丽的风光。山下天似穹落，笼盖四野。天苍那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悠扬。如果时间充裕，选择住到巴彦淖尔市区也不错。市里有当地特色的铁锅焖面、糖麻叶、烧美，以及非常值得一去的核桃文化博物馆。喜欢酒的朋友还能在巴彦淖尔找到核桃酒的总部。俗话说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自古黄河泛滥成灾，只有河套地区受益，再加上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在这儿交汇，河套地区变成了多民族文化活动的历史舞台。历史上中原王朝控制了河套，就能以阴山为屏障，抵御游牧民族的威胁。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占据了河套则可以逐鹿中原。从秦朝开始，河套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北宋时期，河套更是成为辽、宋、金、夏的混战之地，涌现出很多风云人物。宋辽之间因此屡起战火，历年不断。宋氏兴有勇猛无敌的杨业父子兵镇守边关。杨业，你看看吧，你已经穷途末路了，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怎么，还不投降吗？苍天可见，我杨业保卫大宋至死方休。皇上，我杨业宁为树木，不为砥镰。我要让你看清楚，谁是忠良，谁是奸孽！不摇欲坠。杭锦后旗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地方，小城市质朴自然，这儿的人更加厚道，劳累的旅人可以在这儿安心的休息好。杭锦一词是由突厥语康里演化而来，原本是突厥内部的一个部落名，后其归附蒙古，形成杭锦部落。现在得益于京新高速的开通，从这儿出发去新疆比以前走河西走廊近了1300多公里，杭锦后旗的位置也会越来越重要。驱车行驶在锦旗的道路上，天空云彩光影变幻，看似一幅画，大地被洗得一尘不染，微风轻拂，听似一首歌，让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城。马上右转。你这地儿没地儿停，你听我说，他说往前300米，你先听我说，往前走300米是三河国际小区，停到那个国际小区里头去，是他的小区，就是那后边就有停车场。三河国际酒店附近，咱们位于道路右侧。这门口有。
好，那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要吃算是晚饭的地方吧。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去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回来的时候就从这边走过，吃的也是这家餐馆，只不过当时吃的好像是早餐。对，然后今年接着来尝一尝，因为它的味道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就进去看一看。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一家超市里面，因为刚才进店去问了一下，他们说要5点半才开门，但现在才5点钟，还不到，然后就得在这附近先逛一逛。现在也已经从超市转悠了好几圈出来了，买点路上需要的东西，衣架什么的。然后可以看到这边也已经开门了，灯也亮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吃饭吧。今天我们还住在杭锦后旗，也顺便带大家逛逛这儿。好，那我们现在也是来到我们今天吃这个早饭加午饭这个地方啊，可以看到君王烤肉。大家看到这个东西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可能有不少人像我一样认为这是个锅盖吧。相传君王烤肉的这种独特做法，是有一次成吉思汗在征途中因为给养困难，于是命令士兵用头盔烤马肉充饥而得来的。咱们先暂且不论这说法的真实性，只要提到成吉思汗，相信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沙场上战无不胜的草原英雄形象。那么在历史中，成吉思汗又是靠着什么横扫了欧亚大陆？又是否真的战无不胜？我们节选了电视剧《成吉思汗》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Seni tanırsın oraydan darhan çalan mantosun biz. Herin hayır gar hasın oturukta durunca yirisi oturtacını alç ettikçe. Bir ömrünü kaşotun orhelinle darhoya bırakmadı. Mungkutun girmin. Uşul heslanlık iyi tuçi algara. Cilgariya basay hurçirin güç tekne bargıl cüvesi Mongol sirik. Gengter hezgarin balgısındın todun irce. Mongol'un terör onu işçilik yok. 안 돌아가고지. 원사 악된 하루는 아닌다 멋진지. 그것도 말 없은 거 머리도 그대로.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成吉思汗追求兵贵神速，而蒙古骑兵的特性也刚好让成吉思汗的战术得以高效执行。Soner tamosayna tepnedirget bitnerin belgirtadan lega zöydüs tutidin beş. Evveçe biterne mıkın dafwe. Bete ungun davaro boksalar topsulmadı. Bana leg çirik jorçitin durgun sednik tom. Arbın tomu yirçirgeren tepne arbın tomun tobin jirgi tayrbada erin kartençine. Enka diyalık tola orin tare boretan bamtkirga. 몽골 힘 바스를 오겠다. 뭉텅그리 먹고쇼의 소리 다들 치부증 얻어크림 따비야 말고도 자고 없어. 때려! 野狐岭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成吉思汗抓住了金国主将完颜成玉分散兵力的错误，凭着果断的指挥和高昂的士气，一举突破金国防线，
让金国元气大伤，急转直下。열간질린 도터 잠깐만 너도 못 달았어. 어떤 사람으로 해먹다 허도와 저만이 jel하러 어렸지. 빨리 만에 해 먹어. 다르고 무시야. 다음도 어떻게 어디서 버리고 어떻게 다른 못 오지? 일타. 이 일지스시다. 잠깐하다 다치대 없어. 이 다른 때 일집서 하라간 다 돌아와. 그부터 애노다 벨트 나도 빨지. Яг байлдахгүйгээр мөнгөлөг болоод зурчтай авгийн утгаар ухаар бол тэдэнд уршиг татчих мэднэ. Тэгэхээр байлдах нь ухрахын тулд.武真那时羽翼未满，3万兵马也军心未惧，深知不能与扎姆河久经沙场的3万大军针锋相对，因为即使以很小的几率赢下了这场战斗，也会元气大伤，导致自己出师未捷就再起不能。于是他选择了撤退。这一正确的决定让他的本部人马在这场来势汹汹的战争中几乎毫发无损，也从而为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当然，很多人也说这场战争是成吉思汗吃的唯一一场败仗，你们又是怎么认为的呢？刚刚介绍的每一个战役其实都相当有意思，迫于篇幅有限，我只能给大家介绍个大概。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百科，或者去看看这部电视剧，相信你对成吉思汗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杭锦后期的君王烤肉吧。然后这家店啊，可以说口味非常非常的独特，而且做的肉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来到杭锦后期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真的是非常的推荐。最主要的是它真的不贵。一份4人的套餐可以选4个肉菜4个素菜，然后还是无限供应的小饼子。那个小饼子就是你吃多少拿多少，不要钱。那这么一份套餐只需要138元。这3种酱料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我第一个蒯的是四川的辣味汁，虽说是川味辣酱，但其实并没有那么辣，甚至还有点甜味儿。如果不担心上火的话，这个酱料绝对是最下饭的。第二个蒯的是鲁菜汁，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酱料不是那么适合用来吃肉类的烧烤，因为这个酱料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淡，在撒了孜然后就更加尝不出来了。所以尝起来的感觉就像是在白嘴吃，蘸了跟没蘸一样。最后蒯的呢是粤菜烧烤汁，我觉得这个和川菜的酱汁相比，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一点也不辣，整体上是偏甜的口味。所以要是怕上火的话，就喝加多宝，不是，要是怕上火的话呢，就以这个酱料为主吧。这个薄饼就是我在开头跟大家介绍的能无限续饼的饼子啦。我觉得呢，这个和北京吃烤鸭用的春饼很像，只不过春饼是让你自己卷成套筒，而这个饼子已经是一个套套了，只需要你把食材塞进去就好。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实际吃起来的麻烦程度要比春饼大了非常多，原因就是这个饼子非常的薄，就算你在揭开饼子嘴巴的时候没把它撕破，也很有可能在塞食材或者塞完准备大快朵颐的时候给它挤破，从而弄得你满手都是滚烫的油。然而这些小问题在食物本身的映衬下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当你咬一口加满各种食材的饼子后，你只能表示真香。
现在也吃完了我们的午饭，接下来准备去这旁边。听刚才那家店的老板说啊，这旁边有一个体育场，还非常大。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所以里面可能没有什么人。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去那里试飞一下我们的无人机。当然，如果里面有人在踢球或者做运动的话，人比较多的话，那我们也就是换一个地方去逛一逛。开。我记得我出来之前，这个电池是充满电了的。这个开局暴击啊，开幕暴击，咱们这个顺序搞错了啊！大家当什么都没有看到，咱们重新来。好，那我们也已经开机了。接下来我们来拆掉这个保护壳。对，好像还没有介绍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型号，是吧？我们这个无人机是大疆的 Mavic 2 Pro， 是一款还算各方面还算均衡的无人机啊。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试飞，然后我们现在来拿出我们的遥控器。好，那我们的遥控器也已经是拿出来了啊。接下来我们把它给连上。我们这次买的是没有它自带那个屏幕的版本，因为那个遥控器实在太贵了，它一个屏幕就要加3000块钱。不过那个屏幕，老实讲，如果不是特别专业的用途，我觉得还是不太用得上。所以我们这次就用我们的手机来当一个屏幕。好，那我们手机也已经连上了。还得等它升级一会儿。好吧，那不重要，这块应该是可以飞的。好。在这旁边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啊，我们也是在他的注视下第一次起飞啊。然后我们先一键起飞。哦。长大成人的时候，忘不了那神奇的摇篮，那是一幅雕花的满怀，在草原上世代相传。孕育了多少民族的骄傲，编织了多少理想的花环。马背给我劳动的欢欣，马背给我青春的信念，雕花的马。下一集我们将自驾沙漠巨龙京新高速，前往新疆哈密。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